两名美国人在中国的西夏邦马峰展开了一场登山竞赛，他们都想成为首个登顶全球14座8000米级雪山的美国女性。为此，其中一人甚至不惜采用手段阻挠对方。不仅这两人，同行的50多名国际登山者也在或明或暗的竞争，他们都想在这座山上创造各自的记录。但谁也没想到，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前方等着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神秘。今天我们来看一起2年前轰动全球的登山事件——西夏邦马峰事故。西夏邦马峰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，是全球14座8000米级高峰中排名最末的一座，也是唯一一座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山峰，因此经常成为登山者攀登14座高山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山峰东侧有多个冰雪消融后形成的湖泊，其中较大的有3个，分别为嘎隆措湖、贡措湖和冈西措湖。北侧则有几条冰川，紧邻冈西措湖的那条已经消失，往西的2条还在，分别是野博康加勒冰川和冈庆罗冰川。冰川内遍布冰塔林，非常壮观。比较热门的徒步线路也会经过这里。西夏邦马峰并非孤立山峰，而是由一组山峰群构成。除8027米的主峰和8013米的中央峰外，还包含7996米的西峰、7365米的野博康加勒峰、7703米的摩拉门清峰、7486米的蓬帕日峰，以及7119米的聂朗日峰，共5座7000米级的位峰。1964年5月2日，中国登山队的徐静等10人首次登上了西夏邦马峰主峰。至此，全球14座8000米级山峰全部被人类登顶。徐静等人开辟的路线慢慢演变成了西夏邦马峰的常规攀登路线，也是最经典的一条路线。后来，随着来此登山的人越来越多，其他线路也被开发出来，比如北中线。登山者从冈西措湖旁消失的冰川出发，沿野博康加勒的山脊前行，途中会穿过野博康加勒山顶，再沿山脊向下，最终与常规线路在3号营地汇合。然后是南线，出发点在嘎隆措湖边的冰川末端，登山者沿蓬帕日山脊向上，再从东向西直达西夏邦马主峰。但相比前2条路线，南线因为起点不好进入，沿途支援困难，所以走的人相对较少。西南坡也有人攀登，这边看似线路很多，可因为西南坡山势陡峭，对登山者的技术和体力要求很高，所以通常只有高阶登山者才会尝试。而这些线路中，最简单、最成熟、最安全也最热门的还是北线，也就是这条橘色线。2008年，王石应该就是走的这条。他们还专门拍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，网上搜下都能看到。在2023年10月初，2名美国女性登山者也将目光锁定在了这条线上。一位是33岁的安娜古图，一名俄罗斯裔美国律师，她的向导是27岁的尼泊尔人明马尔夏尔巴。当时安娜已在短短6个月内连续登顶了全球14座8000米级山峰中的13座。如果西夏邦马峰也能顺利登顶的话，她将成为美国首位登顶14座8000米级山峰的女性。与安娜竞争这个称号的是45岁的基娜·玛丽·露西德罗。为了避免与安娜的名字混淆，后面我都用玛丽称呼她。玛丽是一名纽约金融从业者，离异后投身高海拔登山。玛丽此次登山涉及的公司较为复杂，她申请登山许可，雇佣的第1名向导腾吉拉玛和第2名向导分别来自3家公司，导致她团队的归属与指挥存在明显模糊性。当时要攀登西夏邦马峰的不止他们2个，还有50名其他国外登山者，许多人与安娜、玛丽一样，都有各自想要打破的记录。10月1日，玛丽与安娜在中尼交界处的卓奥友峰相继完成登顶。玛丽比安娜早了几个小时下来，之后她立刻动身前往西夏邦马峰。这种为竞争而连轴转的行程在登山界极为罕见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事故的隐患之一。但更大的隐患出现在10月5日，那2天西夏邦马峰高海拔区域出现了持续性降雪。5号这天，日本登山者渡边直子在前往2号营地途中遭遇雪崩，他与向导下滑了约100米才停下来。幸运的是，2人都得以幸存。这场雪崩表明，当时山上的积雪已经不太稳定。可这件事并未引起其他登山者的重视。来都来了，他们决定按原计划进行。玛丽率先抵达冰川附近的前进大本营，随后她与其他团队的登山者一起出发。其实玛丽比安娜更早开始进行8000米级山峰计划，那时她更多的是享受登山的过程。可在得知安娜的计划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因为安娜团队的核心目标是以创纪录速度完成14座山峰攀登，击败基娜。基娜就是玛丽。玛丽的胜负欲由此被点燃，然后就被动卷入了这场竞争。玛丽与其他登山团队很快抵达6800米处的2号营地，此时安娜还没有赶到西夏邦马峰，似乎玛丽在这场竞争中已经胜券在握。
但前往3号营地的途中需要使用保护绳索，而现场的绳索严重不足，各个团队又因为竞争关系，谁都不愿去费力修复，导致他们全被困在了2号营地。就在这时，安娜团队才赶到大本营。为了追赶玛丽，她稍作停留后就立刻出发。那为什么安娜来这么晚呢？他们先是被当地管理人员刁难，迟迟不放行。好不容易入境后，负责运输物资的牦牛又因为各种原因始终没到。尽管没有直接证据，但他们都认为是玛丽在使用手段故意拖延他们。为了让安娜及时赶到西夏邦马峰，他们不再等待牦牛，而是紧携带冲顶所需的装备前往大本营。抵达2号营地以后，安娜等人松了口气，因为玛丽还被困在这里。之后，所有人都在2号营地过了一夜，准备于次日，也就是10月7日开始正式登顶。天亮后，因为安娜与其他登山者带来了更多绳索，众人终于得以继续出发。安娜和她的向导走在最前面开路，玛丽及其向导在后面跟随。此时登山总人数已达52人。当天的天气很差，气温约-30度，风力强劲。在翻过一段落差约250米的岩壁后，他们终于抵达海拔7300米的3号营地。这里是所有营地中海拔最高的一个，同时也是路线选择的核心节点。其实经过登山者们多年的探索，从3号营地出发有多条路线可以前往主峰，但大致上分为2种。第一种就是经典路线，沿着山脊前往中央峰，然后再沿顶部山脊抵达主峰。这条线的优点是相对安全，缺点是路程长，耗时久。第二种是横穿路线，离开3号营地后左转，等穿过冰塔区域后，沿东侧山脊向上直达主峰。这条线的优点是节省时间，缺点是可能会遭遇冰裂缝或者雪崩。安娜与向导率先出发，他们选了更安全的经典路线，随后其他登山者陆续跟上，但他们的速度远没有安娜2人快。玛丽与2名向导出发稍晚，但行进速度也很快。这一幕也被其他登山者拍到。画面中穿蓝衣服的，据说就是玛丽的第2位向导。一段时间后，安娜仍在沿着山脊向上，玛丽与向导却突然开始左转。他们准备走更省时间，但风险也更高的横穿路线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有机会超越安娜。玛丽与他的第1向导藤吉走在前面，第2名向导则逐渐被甩在身后。由于该区域未架设固定绳索，所以多数时候都是藤吉一边用冰镐开路，一边用绳子拉着玛丽前进。上方的安娜也看到了玛丽左转，当时的她一定十分纠结，因为她明白，如果自己继续走经典路线，那玛丽肯定会先自己一步到达主峰，所以她最后决定也横穿过去。可安娜还没有走太远，就与向导在海拔7700米的雪坡上停了下来。有人说停了1个小时，也有人说是半个小时，无论是哪个都挺久的。2人很可能是在讨论路线的问题，因为以前很少有人从他们这片区域横穿。2人具体是怎么讨论的已无从考证，只知道最终他们选择继续向上。上午11点左右，山上突然传来了轰鸣声，随后就有人开始摔倒，原来是出现了雪崩。大致就在这片红色区域，恰好是安娜2人所在的地方。他们从7700多米处被积雪裹挟着向下滚落了200-300米，最终在冰塔附近停了下来。因为2人全程没有被积雪覆盖，所以其他人都能看见他们的位置。当雪崩停止后，一群夏尔巴人立刻过去救援。可惜的是，2人在滚落的途中就已经死亡，应该是遭到了致命撞击。这段视频是事故发生约20分钟后其他登山者拍的。画面左侧的2名救援人员正试图将安娜的向导明马尔从雪中抬出，右侧是另一名登山者的向导卡马加尔，他因雪崩冲击内脏多处破裂，而卡马身边的黑影就是安娜。他与自己的向导距离很远，足见当时的雪崩有多么猛烈。随后，夏尔巴人将所有伤员向2号营地转移，包括安娜与她向导的遗体。途中，一名领队还出现了滑坠，他的颅骨与尾骨都出现了骨折，但最后硬是自己走回了2号营地。那此时的玛丽和她的向导在做什么呢？据部分登山者回忆，雪崩发生后，大本营第一时间就通过无线电让他停止前进并掉头。但不知是没有接收到信号还是其他原因，玛丽与向导仍在向峰顶攀爬。其实刚才的视频还有后半段，从其中能够看出当向导们在抬运遗体时，远处有2个小黑点正在移动，那就是玛丽与她的向导藤吉。他们距离雪崩的位置并不远，如果说不知道不太可能，所以玛丽大概率认为问题不大。而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另一个灾难性后果。在雪崩发生约半个小时后，第2次雪崩突然到来，仿佛是雪山在故意操控一样。这次雪崩的位置又变成了玛丽2人所走的区域，而且强度比第1次更为猛烈。巨大的轰鸣声让下方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前一刻还在上方移动的2个小黑点瞬间消失，没人知道他们最后的位置。后来有报道称，玛丽的母亲收到了女儿发来的短信，内容是：很可惜，
离梦想只剩80米。之后玛丽便彻底失去了消息。这山上还有信号吗？我不太确定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所以大家听听就行了。由于山上看不见玛丽两人的踪影，再加上第二次雪崩的区域海拔过高，搜寻难度极大，所以没人敢去那边搜救，大家不得不开始下山。而玛丽的第2位向导因为走得慢，竟幸运地避开了2次雪崩，所以这场事故最后的结果是2人死亡，2人失踪，再加几人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中国西藏登山协会派出20名藏族向导参与救援，同时向大本营派遣了专业医疗队，但因为主峰区域仍有小规模雪崩，而且还有7级强风与持续降雪，所以搜救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。10月10日，经多方评估后，官方宣布玛丽与向导生还的可能性趋近于0，所以他们决定停止大规模搜救。同时，因为高海拔地区运输难度极大，风险过高，安娜与她向导的遗体也暂存于2号营地。直到2024年春天，这2人的遗体才被抬了下来。至于玛丽和她的向导腾吉，直到今天还被深埋在西夏邦马峰上。尼泊尔人明马表示，玛丽2人大概率已被卷入巨大的冰缝中，他们被掩埋的位置极深且非常危险，强行搜救只会造成更多伤亡。其他登山者也普遍认为搜救已经没有实际意义。事后，一些登山专家对雪崩进行了分析，他们认为北坡7300米以上的雪坡虽然松散，但还不足以发生自然雪崩，所以是登山者的重量与震动引发了大规模坍塌。从2次雪崩发生的区域来看，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，否则不会恰好出现在安娜与玛丽行走的路线上。事故原因我就不再单独分析了，相信看到这里大家已经十分清楚，这起事故看似有自然灾害导致，但深层的原因还是登山者之间的竞争闹剧和他们的鲁莽决策。当追逐记录超越生命价值时，山峰将不再是梦想，而是坟墓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其他运动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